皇上知道吗？皇后娘娘要把莲心许配给王钦。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臣妾只是觉得，好好的女孩子家，嫁给一个太监，可惜了。那是皇后好心，让他们两个好有些照应，所以朕就允了。皇后贤惠，但朕也知道，你和贵妃之间，她更偏爱贵妃，所以皇后的事情你也少沾染，对你有益。贵妃自然有贵妃的好处。皇上，在这儿咱不说别人。哟，你还有这小心眼儿？皇上的心啊，分两半儿，一半在前朝，一半在后宫。这后宫大半呢给了太后和皇嗣，小半给了妻妾。在妻妾这一半呢，嫔妃们各自都分了一点儿。皇上今天在臣妾这儿，要是还说别人，那臣妾不就连芝麻点大都沾不上了？朕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朕还年轻，朝中那些大臣呢，都是曾经跟着先帝的老臣，他们呢，在朝中个个都有权势，朕得一一治理他们，以免他们说闲话。所以呢，这一阵子后宫朕比较少来，为了孝心和嫡正，朕必须要多去看看太后，还有皇后。臣妾明白，臣妾不能怨，怨了就是不理解皇上的难处。臣妾当然想皇上来，最好来了就不要走了。但是臣妾也明白，皇上是天下的皇上。这是真话了。在后宫里啊，嫔妃们呢，各自有各自的好处，可有一件是他们没有，只有你有的。什么？是一份直爽。这份直爽是对着朕的，从初见到现在，从未变过。直爽不是后妃之德，这算什么？这好处啊，是夫妻之间的。朕懂，朕也珍惜。这延禧宫，虽然朕不一定能常来，但你总在朕的心里，而不是在这宫里。快点儿，姐姐，等等，你才从小厨房出来，一身的油腻子味儿，也配到皇上跟前伺候？你们跟我走。皇上，主。这道安子水晶块是皇上最喜欢的，主啊，一早就吩咐小厨房做好了，差半分都做不成这水晶剔透的样子。这道荷花蒸鸭脯是专用了不肥不瘦的鸭脯肉，吃起来最是性凉去火。这道糖醋桂鱼酸甜可口，最宜下饭饮酒。还有一道碧糯佳藕，口味清甜，也象征着皇上和主啊佳藕天成，蜜里调油。这菜的心思啊，都是你主的，可是啊，他嘴上从来不肯说。是奴婢多嘴了。我们主儿是个实心人儿，惦记着皇上的心存在那儿，说不出来。要是奴婢也不说的话，只怕我们主的痴心更是没人知道了。你也算是会说话之人了，没想到你底下的丫头，一个赛一个机灵。朕记得阿若跟了你好几年了。阿若是臣妾的陪嫁，仗着伺候臣妾多年，这话就不好好的在舌头底下蹲着了。没事儿，平常说话热热闹闹的，开心一点，朕也挺喜欢的。既然皇上抬举你，你就留下来布菜伺候吧。是。这原本啊，朕不想说前朝的事情，可看到这藕啊，朕的心里又开心了。这江南
连年水灾，百姓颠沛流离，一直是朝廷的心头大患。先帝年年想治水，也拨了银两去铸造堤坝，可这堤坝软得像豆腐一样，怎么也挡不住洪水。江南风光虽好，也挡不住夏天的大水。但今年呢，淮阴知县管修堤坝，建得好，防住了洪水，百姓安乐，是把朝廷派下去的银子都用上了。淮阴啊，年年都有水灾。这个知县既能管事，又能治水，朕呐，该好好嘉奖他。能替皇上分忧，当然得好好嘉奖。这个知县叫什么？索抽棱贵夺，镶红旗出身。朕想着他要是能实实在在的治水，也是个有用的人才，朕可以封他为知府。奴婢谢皇上隆恩。贵夺是阿若的阿玛。啊，这么巧啊！朕夸了半天，原来女儿在这儿啊。好，先起来。谢皇上。阿若，你阿玛在外头替朕尽心，你呢，在后宫好好伺候着，自己啊也能熬出个眉目来的。那皇上的意思是会替阿若许一个好人家？那臣妾替阿若谢过皇上。阿若有没有这个造化，还得看他自己。奴婢一定尽心伺候。索性，虽然我和你都是伺候主的宫女，但我是主的陪嫁，我阿玛又得皇上夸奖。从今往后啊，我与你便更是不同啦。知道，这样大的喜事，恭喜姐姐了。这杏花粉就是好，扑在脸上可养人了，是我阿玛特意从外头捎给我的。出了一身的汗。哎，你去打水来给我擦身子吧，还有拿艾草好好熏熏，可别让蚊子咬着我。是。贱坯子，活该伺候你。宫女的衣裳真是素净，越看越寒酸，偏连鞋子上也不让绣花。阿瑞姐姐，你新做的衣裳已经到了，好看的很呢。我已经给你放在你的衣柜里了。是吗？索性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很衬姐姐的肤色呢。是吗？那我就将就穿这件吧。那姐姐抓紧穿戴，我去服侍主起身了。去吧。朕还记得在前底的时候，你经常替朕梳头发。你这碧发的是什么水啊？好像不是平常用的渔叶刨花水啊。这种花水啊，是配了乌金、榧子、皂角几味中药，再加上梅花里的血水，配以茉莉、栀子调香，常常用这种水梳头，会使头发乌黑健忘。这人们都说啊，白头到老。这要是经常用你这花水梳头，那岂不是咱们要黑头到老了？不许白头。皇上，你惯会笑话臣妾的。岁月虽长，但慢慢携手同行，总会有白发齐眉、相携到老的时候。来日不知何许长，到时候臣妾鸡皮鹤发，皇上都不愿意看臣妾了。等到你鸡皮鹤发，朕也鸡皮鹤发了，这才叫做真正的相看两不厌呢。只要皇上愿意，臣妾愿意陪皇上一直走下去，多久多远都一直走下去。
皇上快起驾吧，别晚了。小新，阿若怎么还没来照应？奴婢去催催。阿若姐姐，阿若姐姐，主叫你呢。就好了，催什么？够好看了，不似寻常宫女，反倒像一位格格呢。这样才合我的身份。皇上起驾！阿若姐姐，快一点吧。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好，来，皇阿玛带你去上书房，顺便问问你师傅，你功课如何？梅常在有喜了，朕打算封他为贵人。不过，朕更盼着你，男孩女孩朕都喜欢。臣妾恭送皇上。主儿，您喝茶。主儿，您这么看着奴婢，是怎么了？看你穿粉点翠的，哪像个宫女？奴婢是为主高兴，所以打扮得鲜亮些。你是为我高兴，还是你知道你阿玛立功为自己高兴？你是延禧宫最有身份的宫女，彰显身份也不靠仪式。再说皇后娘娘不喜奢华，尤其宫女打扮出阁必定守法。除了正月和万寿节，宫女不许穿满袖的衣裳。你这一身要是让旁人看见了，必要挨竹板子。啊？打竹板子，那是要把裤子脱下来的，让人看见奴婢，臊也得臊死。知道厉害还如此放肆。主儿，奴婢只是高兴，没想那么多。主儿，奴婢知道错了。脱了去吧，除了年节不许再穿。是，奴婢这就去换。阿若现在有些家事越发轻狂了，你跟她住在一起也多提点着点儿。也是啦，她这个性子，我的话都未必全听，何况你的。姐姐，索性，你说实话，我刚才穿那件衣服是不是很好看？好看是好看，只是主觉得我太好看，怕我抢了他的风头。刚才皇上多看了我2眼，没想到主就嫌我碍眼了。姐姐误会主了，主也是谨慎，万一被别人抓到了把柄，难为姐姐可怎么办呢？姐姐别哭了，快把衣服换上吧。穿就穿。索性，姐姐赶紧把衣服穿上，然后赶紧去服侍主吧，我先走了。皇后娘娘慈心，待奴才们可真是好。可惜呀，王亲是个太监。太监怕什么？王亲好歹是皇上身边的大太监，人也在宫里。莲心若是嫁到外头，万一出点什么好歹，那是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还不如守着宫里的荣华呢。各位姐姐，昨晚上难道没听见什么声音吗？玫瑰人也听见了，恍惚听到舞房那儿传来2声女人的叫喊。照理说，延禧宫离舞房最近，该是贤妃听得最清楚。的确是我们睡得早，什么也没听见。贤妃娘娘不肯说就罢了，阿若，你睡得晚，你可听见了？
没有。或许是哪个太监的叫声，听起来很像女人吧？太监就是太监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声音不一样的。会不会是莲心？咱们这么揣测，估计会惹皇后娘娘不开心吧？许她喊，就不许咱们议论吗？我倒想知道个究竟，莲心为什么会喊起来？那声音啊，好凄惨啊！吓得龙胎都在我腹中抽了2下，差点便要传太医了。你们就少说2句吧。海兰，我们走。走吧。姐姐，我想先去内务府寻些碎料子。那你早去早回。是。当面给莲心道喜，背地里却看人家笑话。贤妃娘娘，请留步。贤妃娘娘，您的绢子落在长春宫了，皇后娘娘叫奴婢给您送过来。多谢了。眼看就要下雨了，你也回去吧，免得沾着雨也不好。是。如今莲心姐姐可与我们不同啦，淋了雨也是有人心疼的。都说太监会疼人，瞧瞧这镯子多富贵呀！的确是王公公疼姐姐。再说了，姐姐嫁给王公公也省了生儿育女这桩苦楚，这是旁人求也求不来的福气呀。咱们回宫吧。这福气这么好，那我就祝你也嫁一个公公，白头到老，死生不离。我哪里能和姐姐比呀？只能看着姐姐和王公公无儿无女，亲亲近近的相伴到老了。阿若，你要再放肆，本宫就要好好的罚你了。什么便要狠狠的罚？在宫中这样放肆取笑，就该立刻打死。贵妃娘娘，奴婢是无心的，无心也能说出这般刻薄的话来，可见私底下嘴有多坏。阿若放肆，言语有失，是我管教不严，还请贵妃恕罪。莲心，你回去好好伺候着皇后娘娘，本宫自会为你做主。奴婢多谢贵妃娘娘。这嘴生得跟刀子似的，你是仗着贤妃的恩宠呢，还是仗着你阿玛在我阿玛面前略微得脸些，就真当自己是个格格了？奴婢不敢。皇上常说，中司门寓意大清子孙昌盛，乃宫中延绵子嗣神圣之地。你竟敢在中司门下说出无儿无女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是真不想要命了。何况莲心的婚事是皇后娘娘亲赐的，就凭你也敢出言嘲讽？奴婢因与莲心姐姐相熟，才这般开玩笑的。贵妃娘娘恕罪啊！出言不逊，嘲笑宫人，无视中宫，冒犯祖宗，本宫不得不责罚你，以尽列祖列宗。张嘴！贵妃娘娘饶命！贵妃娘娘饶命！阿若，贵妃娘娘，阿若就算有过错，你也不该这么打她。贤妃，本宫还没问你管教不严之罪，你还敢帮她？请贵妃让我把阿若带回宫中细细管教。教而不善，本宫就替你管教。贵妃的责罚，我和阿若是断断不敢有怨言的。只是明天阿若还要当差，打伤了谁都不好看，还请娘娘宽宥。我胸闷恶心，头也疼得厉害。皇上呢？素云，快去请皇上。
这是太后赏您的燕窝，给您安胎的，您先吃着，奴婢这就去。皇上可真重视玫瑰人这一胎呀！这才玉玺多久，就封了贵人。若生下贵子，岂不立刻封嫔？你怎么就知道她一定怀的是贵子，又一定生得下来？小小琵琶女，处处与本宫作对，她便这般有福了。贵妃娘娘说的是，这玫瑰人打进宫后就对您不敬，如今更是仗着玉玺作威作福，整日缠着霸着皇上。听说前几日皇上刚去您那儿，就又被他给叫走了。本宫容不得玫瑰人，就是如此。本宫会日夜祈求上苍，让他求子偏生女。即使是生下皇子，也是个蠢笨呆傻，不得皇上喜欢的。哎呀，若玉玺的是我，皇上定会厚赏咱们母族。是我没福气，赶不及在皇上登基后头一个玉玺。您听听刚才贵妃那口气，若第一个玉玺的是您，那得多少双眼睛盯着您呢？防不胜防。说的也是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你去御膳房看看，有些什么点心拿下来。待会儿我请了纯嫔来说话。是。哟，小路子，哎，忙什么呢？嗨，最近怎么没见你兄弟小福子？这不大哥住进了延禧宫，这小福子差事多了去了，没空来啊。那你这是？好，玫瑰人玉玺，这饮食都是独一份的，可惜玫瑰人才玉玺3个月，吃不下多少。刚有身孕都这样，等以后啊就吃得下了。是。得了，你忙吧。行，我先去给主儿拿点点心。哎，主儿，皇上也回去了，外面秋风寒，咱们要不早点回去歇息吧？回去也是闷着，头晕恶心的，不如在这儿透透气，还舒服些。皇上陪了您一上午，您的脸色看起来也好多了。我也是头一回玉玺，心里总是害怕，还想皇上多陪我会儿呢。上回皇上在贤妃那儿，这回是在贵妃那儿，为着您身体不适，皇上丢下他们就过来了。难不成他们还敢拦着皇上不许来？一群肚子里没货的东西。他们自然不敢。可主还是听奴婢一句劝，主子说您怀着龙胎，不宜过分引人注目，引来怨妒，要扬眉吐气，生下了龙胎有的是机会。给贵妃嘉贵人请安。玫瑰人，贵妃娘娘嘉贵人，嫔妾怀着身子行动不便，皇后娘娘多叫免礼，您二位就莫怪罪了。没关系的，龙胎要紧。本宫今日容你，待你生下龙胎，看你还敢矫情。贵子之母，不敢矫情。你怎么知道便是贵子了？和靖公主正缺一位姐妹作伴呢。嫔妾既然怀着身子，就有一半得贵子的希望。若是腹中空空，自然是半点希望也无啊。你龙胎落地还有10日，你最好仔细怀着，小心落空。多谢贵妃关心。一个南府的乐伎，即使是封了贵人，你也在他之上，何必对他这么恭敬？嗨，臣妾对他恭敬什么？
不过是看她怀着龙胎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若来日她真生下个贵子，嫔妾可就真要看她的脸色做人了。贱婢，永远是贱婢。主儿，您何必跟贵妃顶嘴？你听她那般言语，我为何要让她？身体要紧，别气坏了身子啊。这是太后赏的阿胶燕窝粥，吃不下，撤了吧。看见贵妃一次就气闷一次，头也晕得很。您总这么没胃口，晚上也睡不好，还气闷，这对肚里的龙胎也不好呀。上午御膳房送来的鱼还有吗？我用些。您这么难受，还吃那些腥气的东西？纯嫔说吃了鱼虾有利于胎儿，他们都低看我，我偏要生个白白胖胖的贵子给他们瞧瞧。主貌美，大着肚子也是好看的。莫仙，你看本宫像吗？像。那本宫肚子里的是男儿还是女儿？自然是皇子。都说女子有孕会面部浮肿，身形臃肿。你看今天那个南府月姬，怎么还是挺俏丽的呀？人家说玉玺怀男，除了肚子隆起，面庞身形都不变，怀女才会浮肿虚胖。你别认定她生的是个阿哥了。主，玫瑰人确实有生下阿哥的可能，但以她的福气，她又怎配生下阿哥？主，恕奴婢直言，自玫瑰人有孕以来，奴婢心中一直不安。她为人张扬，屡次对您不敬。若是她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，日后必定会对您不利。你要做什么呀？回主的话，御膳房喂鱼的小路子悄悄来找过奴婢献了一计。快起来说话。你们都给我小心着，这些鱼虾是专门给玫瑰人用的鲜货，送到御膳房赶紧得煮出来。是。微臣给嘉贵人请安。起来吧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皇后娘娘似有担忧之色。玫瑰人一直害喜难受，本宫很是担忧。按理说都过了头3个月了，怎么还更严重了呢？奴婢看玫瑰人就是矫情，天天折腾，惹皇上怜爱。方才太医来回禀，玫瑰人的胎相确实不好。她怀的是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，皇上重视得不得了，可不能出什么事。是啊，谁不知道这个孩子金尊玉贵呢？听说你常去看玫瑰人。是啊，臣妾常替皇后娘娘去看望玫瑰人。她再不知好歹，也该明白娘娘的慈心。这便是你比贵妃懂事的地方。本宫还听说，她与玫瑰人还有过争执。玫瑰人孕中火气大，与贵妃顶嘴也是有的。她有个得势的阿玛，为人就是不如你这般妥帖。臣妾远道而来，无所依仗，就只能仰仗皇后娘娘了。臣妾的所言所行，也都是为了皇后娘娘。你跟着皇上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如今玫瑰人都遇喜了，你若是有个孩子，也好。臣妾谢皇后娘娘。唉，怎么喝了这么久促孕的药，也不见我有孕？
您承宠后一直服药避免有孕，这才停了多久？您别急。其实，谁也没有让我喝避免有孕的药，都是我太小心了。当年我入府的时候，哲妃正怀着大阿哥，可谁知，在生二公主的时候难产，母女俱亡。我说不准这里头有没有皇后的算计，更不敢生个跟嫡子年纪差不多的孩子，以免失了皇后这个倚仗。如今我没有长子，也没有嫡子，只能看好时机，生个让皇上最喜欢的皇子了。一定会有的。主，这是松鼠桂鱼，您尝尝。这个烫，小心着吃啊。我怕您天天吃这些腻了，要不停2天鱼虾？不能停。怎么了，主？这儿嘴里像是长了东西，一咬就疼。太医说您是怀了孩子火气大才会这样的，想必怀的是个阿哥。要真是个阿哥就好了，看他们谁还敢瞧不起我。我再多吃点。来，孩子聪慧健壮，皇上才会喜欢。多吃点鱼。人贵方正，字也是如此。是，母亲。怎么了？这几日儿子下学回来，都闻到延禧宫前腥味不绝。母亲命人给你焚香，入冬了，放些水仙花在你屋子里也是好的。听说玫瑰人这一胎胎相不好，老闹不舒服。又听说，多吃鱼虾贝类可以生出聪明健康的孩子，所以才天天经过延禧宫送这些新物呢。玫瑰人为了孩子也是情理之中。对了，姐姐，玫瑰人抱恙，咱们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下？我听说，纯嫔还有嘉贵人常常往永和宫跑呢。自然，咱们也不能失了礼数。我这嘴上的燎泡起了老大2个，说是涂了薄荷粉可以消肿，可也不见效啊，连吃东西也妨碍。这可不行，若是吃不下东西，你们母子俩的身子都亏着呢。纯嫔娘娘，这都1个多月了，嫔妾每夜不能寐，醒来又觉得头昏脑胀，现如今手也开始发抖了。妹妹不必太过紧张，怀着身孕总归是不舒服的，有这么多太医在呢，一定不会有大碍。还说呢，定是太医无用，否则怎么会治不好我的病？贵人息怒，贵人种种症状皆由怀胎引起，等到瓜熟蒂落的一刻，自是会好起来。是啊，再说你怀的是头胎，会更难受些。且看这种种不适的症状，多半是由体热引起的，像是男胎呢。都起来吧。是。都这么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纯嫔是养育过阿哥的，不会有错。嫔妾记得纯嫔娘娘在怀3阿哥的时候，身体也老是不舒服，孩子生出来反而更健壮呢。那就好。哎，今日怎么不见嘉贵人？哦，她呀，她听说你身子不安，说是去寻些红参与你补身子呢。嘉贵人嘴快，倒是个实心人。要不是那日她逼着纯嫔娘娘细想吃什么对孩儿好，纯嫔娘娘你哪想得起鱼虾这些？是啊，说起来呀，嘉贵人真是不错。